第106章，干戈玉帛。我和孙红英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人，谁能想到我能和他坐在一起喝酒呢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奇妙，这也是人性的复杂。我们内心深处最痛恨的人，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很可能是和你关系最近、平常笑脸相迎的人。我问孙红英，你最恨的人是不是高燕？孙红英双眼通红，竟然哇一下哭出声来了。我笑了笑，知道自己猜对了。女人和男人不同之处就在这里，男人总会把事业当成自己的一切，但是女人脑子里总会把感情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。孙红英喜欢温小兵，可是温小兵又单相思高燕，导致的结果就是孙红英和高燕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。高燕跟孙红英相比优势太明显了，人漂亮，收入高，前途也广阔，是个男人也会选择高燕啊。所以孙红英很妒忌高燕，对高燕是处处排斥。就像今天这个场合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孙红英本来还以为能够和温小兵之间能有点故事，但是温小兵散场之后就打车跑了，躲他像躲瘟疫一般，让他特别的受伤。孙红英今天喝酒有点多，跟我倾诉了很多事情，包括他这么多年默默的对温小兵的付出。我听了半天，忽然道：孙红英，你对温小兵的付出的确多，我和温小兵斗了一场业绩，都被你记恨上了，非得要在公司大会上让我下不了台。关键是你还把宋国扯到了一起，把你我之间的争斗上升到了男女之争的高度，你着实是够恶心。孙红英冷笑道：陈斌，我承认你是个狠角色，当初我小瞧了你，不过你要小心高燕这个人，这个女人狠得很，她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最擅长玩弄人心，他妈的，想想我都感到恶心。我一听孙红英这话，就知道女人对情敌的那种仇恨是深入骨髓的，而且她们一旦痛恨某人，就会失去客观的态度，仇恨会左右他们的决策。我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当初博越深圳公司散的时候，孙红英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尤其是对一部来说，因为没有可能一部所有人走光，萧工和高商一个都没有剩下。高燕这个一部经理当的那么失败吗？看来内情在这里，估计高燕自己也多少知道一些，但是这些话题他又不好讲。一念及此，我就觉得好笑。我跟孙红英讲，说他走的最错的一步棋，可能是去上高。我说温小兵对高燕就是个单相思，这种情况下两人见面与否其实不影响温小兵的感情选择。我这么跟你讲吧，孙红英，可能温小兵天天见着高燕，他还没有那么犯傻，倘若他一直见不到高燕，那情况可能更糟。单相思就是一个人沉浸在自我幻想的世界里面嘛，旁人让他清醒都清醒不了。我道。孙红英盯着我，陈斌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道，解决温小兵的问题简单，2招我就把病给他治好了。第一招，安排他来我们博越深圳公司干经理，让他在新部门天天被高燕训得像条狗一样。第二招，在此期间给高燕找个男朋友，让高燕跟别人双宿双飞，成双成对。你看他温小兵清醒不清醒？我这话一落音，孙红英盯着我，陈斌，你他妈是想挖我回博越？我冷笑一声道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就待在上高和温小兵分开，让温小兵感受一下没有人关心的感受，像你现在这样天天围在他身边，他把你当狗一样呼来唤去，他珍惜你吗？你要让他珍惜你，就要想办法，用手段。你孙红英也是干业务的高手，关于人性的东西还需要我来教你吗？孙红英道，陈斌，这不行吧？我倘若不回来，那我毫不客气的道，你回不回来无关紧要，温小兵永远不可能和高燕搞到一起去。再说了，你对高燕也好，还是对温小兵也好，都是个小透明，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？孙红英暴怒，把啤酒瓶都砸破了。我说你砸啤酒瓶也没有用，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，真话总是很伤人的。陈斌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活该老婆跟别人跑。孙红英这一吼，让我也恼火，另外一只啤酒瓶我也给砸了。孙红英道，你发什么火？真话伤人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我愣住了，盯着孙红英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我问他，孙红英，你我是不是有什么化不开的仇？孙红英摇头道，我们有什么仇？都他妈是苦哈哈，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已。我说，你这个众生说得好，你我皆众生，众生皆苦，你他妈跟我斗也不过是想跟小温出头而已，我也不怪你，男人不顶用，有喜欢他的女人帮忙出头也值得羡慕。这么说起来，温小兵那个王八蛋还挺有福气。孙红英冷冷的道，他也苦啊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苦不苦？孙红英顿了顿，继续道，人生8苦，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，五阴炽盛，求不得，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都执迷不悟，我们都沉迷在欲望之中攀爬挣扎。我愣了一下，对孙红英刮目相看，这女人其貌不扬，平常表现出来的也是大老粗的气质，没有想到她内在还真有一些东西啊。孙红英冲我翻白眼道，你这个眼神看我干什么？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有才华啊。
孙红英冷笑道，才华有用吗？这是个人脸的时代，我就算读万卷书，有管仲之才，也比不上人家的2条大长腿啊！我哈哈大笑，喊老板再拿2瓶啤酒，道：孙红英，冲你这番话，我们得再喝2瓶啤酒。你放心，我帮你想办法把温小兵给拿下，让他这辈子被你治住，再也没有勇气跟我叫板。孙红英跟我干了一大杯啤酒，道：我平常喝这么多酒早吐了，今天竟然感觉还不错。他妈的陈斌，你其实比小温那个王八蛋有趣多了，以前没发现呢。